亲爱的灵魂家人，我们人生中相遇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存在的。他们把我们推向生命更加的完整，有更多的生命喜悦体验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连接你的指导灵、你的守护天使，看一下近期你将遇见怎样给你满满宠爱的人。这个人的出现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场景？你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情感发展故事？会给你带来怎样的爱的能量、怎样的鲜活体验呢？让我们保持着感恩与好奇之心来进行今天的占卜讯息聆听。宇宙之所以指引你来聆听这个占卜讯息，一定有其中给你的一些有意义的讯息的，请静心的聆听哦。那目前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我们要从其中选择1组牌卡进行聆听。在选择牌组之前，请跟着我来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让我们通过能量进行牌卡的选择。亲爱的，请现在闭上眼睛，肩膀下沉，腰背挺直，大口吸气，大口吐气，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守护天使，请让我连接宠爱我的人，给我与指引提示，感谢你的安排。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你的守护天使要给你的讯息了。在聆听占卜讯息之前，公屏打出来，接收好印，感恩守护天使，谢谢你们一直的保护，来表达你的感激之情，跟你的守护天使进行一个最准确的能量连接。公屏打出来之后，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占卜解读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占卜讯息，希望呢你可以订阅 JC 的频道，我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那现在你选择好牌卡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灵魂家人，今天呢佛陀显化，他来到你身边，告诉你谁即将给你深深的宠爱，并且他也给你一定的指引提示讯息。当下呢告诉你，请你提高自我的意识，跟深层联系，相信你内心的声音。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佛陀大师。佛陀大师呢，他本来是一位非常受人宠爱的富家子弟，他住在王宫之中，享受荣华富贵。但有一天，他挣脱了这种很安逸的生活束缚，开始去面对疾病、衰老和死亡，这些让他大吃一惊。他看到人类社会非常痛苦的那一面，然后他踏上了一场精神冒险，这让他抛弃了一切世俗的快乐，开始寻求启迪，以便结束世间的苦难。现在呢，他帮助我们和自己的内在导师取得联系，鼓励我们承认自己的感受，并且欣然的去接受这些所有的七情六欲，这些所有的酸甜苦辣，这样我们就可以超越我们所感受到的所有的痛苦。所以他告诉你，你正在超越恐惧所创造的幻想。当下呢，你会更加的去专注你对你自己更加有意义的事情，而所有的苦难最终都会结束。我们人类似乎喜欢受苦，我们为自己的痛苦而受苦，我们责怪他人，我们陷入困境，甚至拒绝改变自己的观点。我们可能会陷入过去的痛苦的这种思想或者是泥沼之中，我们拒绝释放痛苦，继续前进。可能有时候呢，我们用痛苦看待更多的未来状态，
这就是我们陷入受害者心态的原因。但这些想法都是非常救赎的。你准备好转向新的不同的方向了吗？你准备好直接穿过幻想进入到新事物了吗？是时候了，佛祖的能量来帮助你。现在是时候重新评估一下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了。现在是时候依靠你内在的精神，而不是物质世界了。你开始慢慢学会远离一些戏剧、科技，远离你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所需要的所有的荣华富贵、权力、金钱、物质，而真正依靠你的内心来指引你，让你开始知道精神富足远大于物质富足。所以你也会开始认识到，所有的对过去的焦虑、对未来的担心都只是幻觉而已。爱才是真正你需要的一切。爱过去的自己，爱当下的自己，并且相信未来呢，自己是幸福的，充满爱的能量。这样你就可以摆脱控制一切的欲望，你可以控制自己的反应和自己的期望。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摆脱痛苦和创伤的循环，摆脱挣扎，向周围的人敞开心扉。亲爱的，坚持你的信仰，相信你自己的感受，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是适合自己的。即使有可能会被周围的人所质疑，即使有时候呢，你会陷入到自我怀疑，你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是对的吗？那你投入这份爱情是安全的吗？未来会不会出现各种麻烦呢？等等的。其实你相信自己当下的选择，无论未来的结果如何，享受其中，因为是你要的。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在合适的机缘下出现合适的事情，也会出现合适你的缘分。所以佛陀告诉你，一定要坚信自己的选择，在选择之后呢，就去享受这个过程。没有人是会陪伴你到人生的尽头的，没有事情或者是没有物质是永远在你手中的，都是一个幻象。最主要的是当下自我的感受，自己的这种生命体验度如何。如果感受得到足够的有活力、冒险，那么就去充满着好奇之心，就去充满着冒险精神，自由自在的去感受，不要被世俗社会的一些封建思想所束缚、所控制了，好吗？请你及时行乐，请你开开心心的在人生的所有的道路之中，相信你自己的力量，相信你自己的使命，相信你活着的喜悦度。所以佛陀会保护着你的，他也会时不时的给予你力量，给予你指引。非常棒的讯息哦。好，那当下来我们就来解密看一下，谁即将给你超级宠爱，他又会给你带来怎样爱的能量呢？佛陀派谁来给予你生活更多的喜悦度呢？非常棒的讯息哦。佛祖的力量是大的，既然他出现在你身边，一定会给你最棒的积极的指引。所以我们将看到一位很棒的好的桃花即将来到你的身边。那这个人呢，他会给你家庭之爱、温暖之爱。那一部分一部分来为大家进行占卜解读。非常棒的讯息哦！下一位给你深深宠爱的人，将是你一生真爱、最爱的人。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人生之中可能都会爱3到4次，但是真正的爱情，无论是谁，当你把自己的一颗心掏出来，完完全全100%的去爱过一个人之后，很难再有一次真正的爱情了。
因为你的爱已经全部用光了，你的心也随着那个人的离去而被掏空，你再也没有办法100%的去爱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人对于你来说是今生的最爱，而且他也是你的灵魂伴侣哦。你们2个人在精神上面可以达到无限的共鸣，你们会有相同的价值观，你们会有相同的世界观，也有相同的人生梦想。他跟你的喜好是很相同的，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呢，可能就有一种熟悉感，而且2个人会越聊越开心，在思想行为沟通上面是很可能容易到一种相同的频率，相同的理解度，很容易懂对方。虽然你们2个人在现实生活里面是有一定的障碍的，是可能不会很顺理成章，很顺利的进入到可以生活在一起，可以相爱的这种模式之中，现实会有一些阻碍，但这些阻碍呢，也让你们看到彼此的爱是非常强烈的，彼此的灵魂连接是非常强烈的。2个人有无限的真诚，无限的忠诚，2个人呢可以无话不谈，可以即使在大家没有任何语言的时候，都很容易通过一个眼神懂彼此的一些想法，甚至有可能会同时讲出一句话，会在他想你的时候你也想他，他想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也想跟对方打电话，很容易达到一种心灵感应哦。哇哦，非常棒的讯息，又是你的真爱，又是你的灵魂伴侣，也很有可能他会是你的正缘，想要跟你建立家庭，想要跟你建立非常认真、长久、稳定的情感关系，甚至想要跟你有 baby。 当然如果你是同性恋的话呢，他可能想要跟你一起去领养孩子，去建立家庭。这个人呢，他并不是一个社交能力特别强的人，他可能有一定的社交恐惧症，或者是他比较内向，比较害羞，不是一个喜欢去参加派对啊，喜欢很热闹环境的人，他更加喜欢宁静，更加喜欢2人世界，不被其他所有的事情所打扰。也有可能他是一个不喜欢去有太多应酬啊，太多交集啊，更喜欢宅在家里面，更喜欢呢遇到合拍的人就一起去做有意思好玩的事情，不喜欢把太多的时间精力浪费在结交朋友或者是喝酒玩乐上面，有一定的自我控制能力跟自律的，那么也代表在感情里面呢，不喜欢玩爱情游戏啦，不喜欢短暂的激情或者是暧昧，而是一个比较深情、专一、持久情感的人。那我们这边出现礼物牌卡，可以看到你们2个人的感情哦是非常的脚踏实地的，而且是将心比心，很现实的一些动作，并不是甜言蜜语啦，充满着浪漫的惊喜啦、求爱啦，可能没有这方面，而更多的是一种你送我礼物，我也回馈你一定的礼物，我会用购买物品，留意一些你喜欢的事物，然后呢去赠送于你，用实际的一些动作告诉你我对你的真心。对你呢在金钱方面是大方慷慨的，可能嘴巴不会讲，但是会做一些动作来进行表白。你们2个人呢也可能会去一些长途或者是短途的旅行，也可能去户外走一走啊，去郊区走一走啊，去大自然中走一走啊，也有可能呢更加的接地气生活化，一起在家里面做饭啦，或者是彼此种一些花草啦，打扫一些家务啦，一起去超市去菜市场买菜啊，感受一种很接地气的生活，并且它会给到你一些失而复得的家庭之爱，
特别对于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们，如果你是单身家庭，你对于建立婚姻、建立家庭有一定的恐惧、不信任，或者是你看到周围很多朋友的一些离婚啊，或者是婚姻的坟墓故事，你是对于建立婚姻是非常恐惧的，对于同居生活也非常恐惧的。那么在遇到他之后呢，这种恐惧会治愈你，就是突然你愿意奉献所有，你愿意奋不顾身的让自己去建立这种家庭，你相信和他在一起呢，不会有太多的感伤，不会有太多的失望，自然而然的愿意进入到承诺关系里面，想要跟他结婚，想要跟他生宝宝、生小孩。那么在这一段情感关系里面呢，不会有太多的思考，而是彼此呢都去努力经营，去做现实的一些动作，跟他在一起会感受到家的温暖，对于爱情，对于家庭又充满了更多的一些信心，所以会让你有非常现实的一些动作。两个人的情感呢是很美妙的，而且是互相治愈的，是互相给予更多的安全、认真跟可靠性。当下呢，你们可能还并不认识，可能还不是朋友，还没有过任何思想上面的交流，但是呢，应该很快就会和对方认识。我们这边出现了数字2和数字9，也可能是在2天、2个礼拜，或者是2个月之内。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是9天啦、9个礼拜啦，或者是9个月之内。所以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你们呢最晚应该是在9个月之内就会和他相遇，绝对不会超过1年。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防备之心的，不会很快的就会信任对方，只不过觉得对方呢是会给你一定的亲切感，可能对于未来呢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想跟他尝试看看，想要有更多的一些联系，所以也是一个循序渐进，慢慢的去打开心房，慢慢的去有更多的试探关系这样的一种接触状态。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这边出现了五角星骑士这张牌卡，这张牌卡呢代表的是耐心、勤奋和实际性。那五角星骑士呢，也象征着一个专注于长期目标、脚踏实地工作的人，所以可能是在你的事业、工作，或者是学习、学校这种长期相见的场所所认识的，也可能是通过某个比较稳定啊，那需要努力的环境之中，比如说职场啊，或者是学习项目啊，或者是一些职业培训，在一些进修班、专业课程，那兴趣爱好培养班都算哦。应该是在一个新的环境，那新的思想交流的地方。另外呢，我们这边出现了倒吊人，倒吊人呢就象征着暂停啦、反思啦，或者是用新的一个角度去看待事物。那这张牌可能也和等待、牺牲、一种新的觉悟有关，所以你们也可能是在一个需要改变视角的地方认识的，比如说艺术展览、博物馆，或者是读书会、哲学讨论组，或者某个带有深度思考的场合，也有可能是网络上面的一些博客啦，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我们这边呢出现了死神，死神代表着转变、结束、新的开始。虽然看着可能有一些负面，死神代表着旧的事物结束，但这也代表着为新的开始创造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可能性。也可能是你在某种变动或者是结束的情况下相遇的，比如说你可能经历重大的生活变化或者是转折的时候，搬家啦、离职啦、结束旧的一段关系啦，
或者是去新的城市生活，去新的国家读书，去新的一个事业领域，很可能呢是在你告别过去，有新的开始，重大变化的时候去相识到的哟。所以亲爱的，更有可能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们，你们是在一个也许现实生活转变，或者是思想呢有新的一个刺激、新的领悟的地方认识到的他。辞旧迎新，那么相遇的状态呢，我们这边出现了第一张牌卡圣杯女王，这张牌卡代表着情感、直觉和关怀，那它也象征着一个非常敏感、有同理心的人，可以感知到他人的感受。很可能你在见到他的那一刻，就觉得跟他的连接非常的舒适，觉得两个人呢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一点点的好感，有一点感觉，有一点动心，彼此呢是可以互相理解的，越聊越顺畅，好像这种话题呢是停不下来。接下来我们出现了五角星女王这张牌卡，也代表着物质世界的安全感、独立和实际性。那你们在一起呢又是很现实的，没有太多的幻想，在沟通联系上面呢，大家也是比较实际的，是一种很安全感，是一种相互的补充、互补，很协调。接下来我们还出现了愚人牌卡的逆位哦，也代表着不会特别的散漫啦，或者是自由啊、随性。两个人呢是互相有很好的感觉，而且大家在同一个磁场下面，大家的能量呢也是相似的，所以越聊越投机，在一起的玩乐呢也不会出现尴尬啦、陌生啊，就关系越走越近。你们在情感和现实之间是非常的平衡的，是互相的越来越喜欢，自然而然的就进入到了情感更加的甜蜜，情感更多的升华，所以很可能是友谊之情慢慢的加入到了爱情，或者是同事同学之情慢慢加入到的爱情。那两个人的配合度啊、契合度啊是非常好的，很可能是相同感觉、相同状态的一起，没有互相的质疑或者是暗恋，而是双方的连接情感非常好哦。那这个人到底又是怎样的性格魅力呢？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摩羯座、射手座、水瓶座、金牛座、天蝎座，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水瓶座、射手座、金牛座、天蝎座、摩羯座。这是一个一听他星座就可能感觉是一个很平衡，那喜欢和平安静的人。首先他有摩羯座的前瞻性思维，这个人呢是很实事求是的，他也非常擅长去规划未来，是有一定的远见，并不是一个鼠目寸光的人。他做事情呢是很理性，而且是很谨慎的，他重视所有的稳定性，重视所有的安全性。当他要去做任何的动作之前呢，他是会三思而后行，考虑清楚是否可以实施，是否可以成功，是否可以按照计划来，他才去做行动。那么也代表着他向你表白之前呢，他是觉得两个人已经很熟悉，真的是非常合适在一起，同时是想跟你建立长期的稳定关系之后，他才会向你表白的。所以你觉得这个人他的性格很稳定，他没有特别抓马或者是突然让你意外的事情，所以你会对他很安心，很有信念。除此之外呢，他也有射手座的乐观、自由和探索的精神，有着比较强烈的信念，
一旦自己决定好的事情呢，他是会持之以恒的去实现的，并且他也充满着冒险精神，是一个遇到事情不会退缩、不会逃避、不会拖延的人，是可以迎难而上，是可以坚持专注的。除此之外呢，他也有水瓶座的革命精神，也就代表着他是一个思想还比较时尚、比较前卫，愿意去接收新的文化、新的想法的人，不是一个特别的保守啊，或者是封建的想法呢，是很年轻，是很独立，是很创新，喜欢打破一些传统的界限，有时候呢可能是比较叛逆的。那无论如何，他会有很多新的 idea， 喜欢挑战现状。还有就是在生活上面呢，他也有金牛座喜欢舒适、喜欢享受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他会很有上进心，努力的去拼搏自己的事业，去挣钱，给到自己足够的安全感，可以很好的享受自己生活的质量，所以他也重视物质的感受、感官的愉悦。和自己的爱人呢，喜欢亲亲呀、搂搂啊、抱抱啊。那他也喜欢美食，喜欢美景，喜欢一些奢华的体验。这个人其实是很靠谱的，而且他也很追求稳定的生活环境。他希望自己挣得足够的金钱呢，可以给自己、给家人、给爱人足够的安心。所以今生呢，他不会缺金钱因为在理财啊，在挣钱方面还是蛮有头脑，很注重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还出现最后天蝎座这个到底是信任还是谨慎这张牌卡，他不会很轻易的就对别人展现信任跟忠诚，他对别人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的。但一旦建立信任之后呢，他就会100%的投入，就不会有太多的这种疑心病啦。其实他在建立人际关系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所以你们两个人会有一段时间的认识到熟悉，没有关系。他会欣赏你的性格，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棒、跟他很合拍的人。那总体的来讲呢，这个人呢，他其实是很有深思熟虑，思想呢、心智呢是比较成熟的，而且他也有很多想法上面的年轻化，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在感情信任方面很谨慎，对他呢千万不要讲谎话哟，就实事求是，让他看到你的真诚，因为一次谎言呢，就可能让他一直都出现一个怀疑心的状态。所以你越诚实，他越爱你，他也会给到你100%的诚实。但一次谎言的话呢，可能就打破了这种忠诚感。好，那最后呢，佛祖要告诉你当下你需要做一定的调整，来让你的个人能量运势更好。第一个就是希望你可以清澈自己的能量，经常泡澡啦、洗澡啦，这些呢是可以让你进入到一种纯净、透明且没有杂质的心灵状态的。我们很多人以为洗澡就是除去身体上面的污垢其实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内心更加的平静，让我们的精神上面得到更多的平和宁静，接近更多觉悟的基础。所以亲爱的，平时呢一定要多用水去冲洗自己，也要多喝水，让水呢排出我们体内的一些毒素，好吗？外在呢内在呢多用水去冲洗。好，接下来呢，请你保持着一种积极跟快乐的状态。这种快乐呢，不仅仅是情绪上面的愉悦，更是一种深层次的满足感，源自于对自我和世界的深刻理解。积极的心态意味着生活里面有更多的热情，更多的接纳，让你看清楚
宇宙是会帮你的，佛祖是会帮你的，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你欣喜的去接纳所有。那不要去过多的质疑，不要去问为什么我还没有脱单啦，为什么爱人还没有出现呢？这些都不用去质疑，因为在最好的时机，它自然而然会出现的。但当你当下可能有一些金钱欲望没有达到的时候，那就代表还不是一个好的时机。你只要去尽力而为，你只要去享受其中，当下所有给你的安排，自然而然这种积极快乐跟喜悦，这种相信就是会吸引到事件确确实实的来到的，好吗？一定要相信宇宙。接下来呢，请你一定要做运动。运动呢是一种动态的禅修方式，可以让我们的身心灵更加的健康，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保持当下的觉知，去释放身体的紧张，增强内心的清明。无论是瑜伽啦，或者是走路啊、冥想啊，这些都可以培养我们当下觉知的能力的。所以亲爱的，在清澈能量，在保持积极乐观，在运动方面呢，当下你只要去做这些事情，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完全活在当下的人，你就可以拥有清澈的内在能量，你就可以找到更多的平衡，你就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保持足够的觉知，面对挑战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快乐，让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有佛祖当下精神的人，内心纯净、积极乐观，通过运动等方式跟我们的世界、跟我们当下的人类社会和谐共处吧。所以亲爱的，以上呢就是你的佛祖给你的讯息，其中一定有对你有价值的讯息，记下来然后去行动，然后呢去实施吧，去调整自我吧。相信你会幸福，你就一定会幸福，相信当下给你所有的安排吧。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占卜视频，记得在视频下面留言，感谢佛祖的安排，你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自己会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字样，让我们来吸收视频的能量，让我们来感激佛祖，吸收他给你的光芒。好，那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亲爱的，今天召唤到你身边给你视频讯息与能量的是波西亚夫人，她是希腊罗马的正义女神，掌管着平衡与公平。她的雕像呢是一个蒙着眼睛的女人，手里拿着天平作为象征。她是圣日耳曼的双生火焰，她们互补彼此的能量，共同照料紫罗兰火焰的转变。这张卡片上面写着，做你认为正确的事，一个重要的教训正在显现。它告诉你，宇宙中是有神圣的秩序的，那就是业力因果循环。我们到地球来呢，就是来感受业力关系，来学习业力关系，来修行业力关系的。你可能知道，我们人生中80%的麻烦都来自于人际关系，所以跟我们越亲密的人呢，我们就有越重的业力关系，生生世世我们都会去修行这份爱。那么这边呢，也告诉你，下一个给你宠爱的人，你们之间就是有业力关系的。当下呢，你是要注意哦。你越在感情里面奉献，给予足够的爱，那么这份业力就会修得越好。最后呢，你得到的福报，你得到爱的反弹，也就是最多的。在感情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行为要公正，要学会公平，允许自己看到并承认对方的观点，看到对方的优势，看到对方的劣势，也不要害怕承认自己错了。记住别人的好，而不去挑剔别人的缺点。记住，真正的关系并不是赢或者是输，并不是正确或者是错误，而是爱，而是和他人合作。
只要你懂得在人际关系里面呢，建立好的业力关系，不要有太多的贪图欲望，或者是有贪图的索取，而是更多的给予，更多无私的爱的话呢，那么你就会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修好的业力，修好的爱的能量，你就会得到更多的福报，更多的幸福。那今天他就告诉你会有怎样的爱，怎样的人来宠爱你，你们会有怎样的人生课题呢？只要你谨记着下一份爱情呢，是来修好的业力关系的，那只要去有更多的团结合作，你就会感受无限的好的能量哦。好，接下来我们来展示部分的牌卡，为你进行传递他给你的讯息。一部分一部分来为你解答哦。好，首先可以看到这一个即将来给你宠爱，一起做修行业力关系课题的人，他很可能是金发，或者他是浅颜色的头发，或者他是有染发的。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年轻，或者是非常注重外貌形象，在自己的穿衣打扮形象上面呢，喜欢注入青春活力的人。那这个人呢是比较注重时尚的，这个人呢是打扮得很好看的。对于有个别的朋友来说呢，可能他是外国人，可能他是和你不同国度的人，你们之间会有非常多的欢乐时光，会一起去 party 啦，会一起去玩乐啦，会一起去看演唱会啦，会一起去音乐会啦。大家在一起呢是有很多浪漫共度的，也会有很多的惊喜。这个人呢很可能是你过去的爱，那么这边就牵扯到了业力关系了，非常奇妙哦。所以对于塔罗牌占卜呢，我是非常深信的，因为经常在抽牌的时候会是不谋而合的一些讯息。那么告诉你，这个人呢，在你投胎转世之前的某一世，你们就已经有过缘分，就已经有过情感连接了。在这一世再相遇呢，就是再续前缘。可能前世呢做得不够好，那么这一世相遇呢，就是来进行再一次的感情进修的。所以在感情里面不要计较，不要挑剔哦，更多的是一种包容，更多的是一种奉献。你没有太多计较的话呢，你给予出去的爱的能量越多，那你收到的爱的回馈也将会越多。你们两个人会建立非常强大的联盟的关系，他是想跟你建立认真的承诺的情感关系的，所以会有很多共同的一些修行，一起有欢乐愉快的时光，一起有罗曼蒂克的时光，也可能有一些小的纷争，小的矛盾，但无论如何呢，它会给你带来精神上面更多的成长，也许是让你懂得更多的爱情技巧，懂得人与人之间如何建立更强大的联盟啊，如何合作啊，如何去磨合啊，如何彼此给予更多积极的价值影响，如何去资源共享，如何去鼓励彼此对方，当然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学习。这份感情呢，是会可能让你感觉非常的舒服，非常的顺其自然，彼此呢有很强的独立性，没有太多的纠缠，没有太多的一些依赖，会让你感觉得到大家呢都是循序渐进的去爱，也会是有很多彼此的祝福，彼此的陪伴。这张牌卡呢可以看到哦，它给你告白的时候是一种惊喜，但是又是很生活化的。
他的内心呢对你非常的真心。你们两个人呢可能在彼此并不是万事都幸福很顺意的时候相遇，大家呢可能都是在隧道黑暗处相遇的，然后一起手牵手走到隧道的尽头，走到更加光明的地方。所以大家相遇的时刻可能都是彼此在人生道路上面不稳定啊，或者是有一定困难的时刻，他给到你一定的支持理解，给到你更多的信心，给到你更多的一些鼓励，让你呢愿意走到更光明更美好的地方，让你看到人生的道路呢其实有很多条，你要找一条最适合你的道路，所以他有给到你力量跟能量。当然你也会给到他一定的指引，让他看见呢更加美好的未来。两个人会1+1大于2，给到彼此更多的一些智慧，更多好的建议，让大家成长成熟，更加的美好。所以是一种没有挑剔，真心诚意，不离不弃，手牵手走到隧道尽头的感情色彩，感情经历。在一起呢会感受得到一种精神层次而非物质的给予，可能他没有办法给到你很多的礼物啊，很多金钱，很多物质上面的欢愉，但是他却给到你更多广阔的视野，更大的世界观，更多的包容性，更多的安全感和成就感，会给你无私的支持，会让你放下某些对于可能金钱、权力、欲望的追求，而去追求更高层次的满足，让你看到精神上面的富裕，而不是物质上面的富裕。在宠爱上面有一种深思熟虑的宠爱，鼓励你去追求更加有意义的人生目标，开拓你的世界，让你减少焦虑感，减少社会物质的束缚，或者是对事业有太多的一些追求。看到呢，你跟他在一起不再会有更多的奴性了，可能不会在现实生活里面有太多物质的挣扎，而是放下心去寻找自我内在的灵魂上面的渴望跟喜悦，精神上面呢会得到更多的一些关注，更多的安全感，更多的满足，更多的喜悦。所以它对你的影响呢是从一种物质到精神上面更多的共鸣，这个人会给你带来很棒的情怀，很棒的情绪，很棒的精神价值非常棒。那你们相遇的时间，我们这边出现了权杖牌卡的逆位，代表着可能相识的时候是有一些推迟，或者是有一些障碍的。也许你们已经相遇了，但是刚相遇的时候还没有产生任何预期中的花火或者是结果，也许在你很疲倦或者是不开心或者是不太顺利的时候它出现了，那个时候呢你还不想投入到爱情里面，还没有太多的心思顾暇感情，或者是你当下还比较享受单身生活，或者是这个人没有给到你强烈的一见钟情的心态没有特别的心动，也有可能现实呢彼此是有一点点的距离的，还没有很好的一个时机去有更多的了解啊，有更多的一些约会，也有可能呢彼此的这种连接相遇并不是很顺利的发展，会因为一些人事物而暂时被搁置了。我们这边还出现了宝剑3这张牌卡可以看到有的朋友可能和这个人已经相遇了，但是不在一个好的时机，在自己没有准备好恋爱的时候相遇，所以彼此当下呢还没有太多的一些互动，
而对于有的宝宝来说，这个人呢也可能是你的前任，因为我们这边过去的爱呢也含着就是之前就有过一点感情暧昧啊，或者是感情互动的人，但是呢在遇到了彼此生活的困境，有一些闹情绪，那有一些小的分离，有一些不好的状态，当下呢可能是失联的，或者是断联的，或者是还没有旧情复燃，彼此呢都需要更多暂停的时光，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重修旧好啦，两个人可能就会雨过天晴了。那对于有部分的宝宝来说，是你的前任，是你过去就已经认识的人，但是也对于个别的宝宝来说，这个人可能还没有相遇，但是很快就会相遇了。在你放弃更多的选择，在你更多做出明确决定，看清现实的时候，那就会和他相遇。也许当下呢，你对于自己的恋人还有很多的选择，你不确定到底是要运动健康的一个阳光派，即使没钱也可以，或者你也不确定你是想要一个事业有成的，然后又帅气的等等的，可能你现在对于恋人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当你定下来真正适合你的人是怎样的人之后，就应该跟他相遇了。或者是呢，有的宝宝现在还正在关注自己的学业啦、事业啦，还没有太多的时间在自己的爱情感情上面。当你开始更加关注自我的力量，更加的美丽，愿意去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去参加一些联谊呀，去参加一些活动啊，去参加认识朋友，拓展自己感情机会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出现。无论如何呢，它应该是在对的时间和你相遇的。这个时间点呢，就需要你更多专注自己的爱情，专注自我，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可能就会相遇。那么时间点也有可能是在春天，或者是在你生命一个重要成长的阶段，比如说在自己事业丰收期，或者你在开始某一个新的事物，你愿意去开始新关系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出现。所以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们，时间点呢是有一些不同的，毕竟这是一个大众占卜，不会100%的对应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哦。有上千上万的朋友都在观看这个视频，但是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呢，无论如何，这个人肯定是之前跟你相遇过的，这个相遇也许是在今世，也许是在前世。那么在今世的宝宝们也可能会和你再一次的重逢，再一次的联络，那再一次的让你们情感复合，也有可能是前世相遇的，在你这一世准备好要进入爱情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可能是在7个月之内，可能是在你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春天时光。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们相遇的地点。正义牌卡的逆位暗示着在不公平、不平衡的地方，也许是在有法律纠纷、不公平待遇，或者是复杂权力关系的地方，或者是在一些很有争议的职场，或者是法律相关的地点认识的。那接下来魔鬼这张牌卡呢，可能也代表着诱惑啦、束缚啦，或者是控制啦。在一个充满诱惑或者是很有物质欲望的场所，比如说娱乐场所、酒吧、club、剧场、赌场、商场，这些让人感觉得到很多金钱物质欲望或者是受限的环境，
带有诱惑的场合、娱乐场所。好，那么五角星3的逆位呢，代表着工作中的不和谐，可能没有这种团队合作的能量，也可能在你觉得工作有压力，工作有合作问题、团队合作问题，或者是项目进展不顺利的环境。人际关系不太合的时候呢，结果遇到了他，非常奇妙，就像是在隧道比较黑暗的地方哦。但是呢，我们这边又出现了权杖6的正位，也可能是一个公众认可，或者是经历过复杂的关系，去到一个好的团队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在这种有竞争的环境里面，那这个竞争的环境呢，可能就是必须充满着这种恶性竞争，或者是比赛的场所，也可能是在一些颁奖的场合。那通过大家互相的这种比赛争斗，最后呢，有这种颁奖的地方，所以很奇妙哦。也可能是在一些庆典活动，或者是一些慈善机构资源共享的活动、社区服务等等。但无论如何呢，这边感受到的能量哦，都应该是在热闹人多的场合，或者是公众聚集的场合，也有可能是在自己学习的地方，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当你们相遇的状态呢，首先我们出现了圣杯王牌这张牌卡，这张牌卡呢就代表着情感的开始啦，充满着希望的状态啦，和潜在的情感机会啦，象征着纯真爱的萌芽，情感上面的敞开。可能在相遇的时候呢，会有一种新鲜而且充满希望的情感能量哦，让你们互相的涌现出来。这种相遇可能会唤起积极的情感情绪，或者是心灵上面的共鸣。当然就代表着一种蝴蝶在肚子里乱飞，小鹿在心里乱撞，一见钟情的感觉。很有可能是其中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很有心动的能量，很有可能两个人呢是会有精神上面的依赖，精神上面的连接的。也可能是在一个糟糕的环境里面，你见到他呢，他会给到你一种安全感，给到你一种舒适感，给到你这种心动的能量。有他在呢，就会缓和你的这种人际关系上面的冲击。我们这边女祭司这张牌卡也代表着一种内在的智慧、深层次真理的追求和一种强烈的内在力量，所以相遇的时候会有一种神秘而深刻的氛围。双方可能在第一次四目相接的时候就感知得到彼此的这种精神联系。你们双方的这种吸引力呢，不仅仅是表面的哦，不是说只是通过对方的外表而心动，而真正的是这个人的能量给你的这种感觉，是在更多沟通之后呢，会发现大家在精神上面，在思想上面是有很强互相的吸引力的，可以达到深层次的精神共鸣，很棒的一见钟情，那很棒的第一次相遇状态。当然我们这边也出现了宝剑6的逆位哦，代表着可能是一个人先对另外一个人动心，也有可能呢，大家在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呢，没有太多语言上面的沟通，没有太多的机会去互动、去约会、去交流，是慢慢的递进的关系。也可能在初次相遇的时候是有一些复杂的情绪的，无论如何呢，是一种很神秘的精神连接。大家在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充满希望，但是又有很多潜在的一些挑战。哇，很
激情，很兴奋，又有一些不满，又有一些意犹未尽的相遇状态。哇，好期待哦！那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人呢？我们来为你解密展示。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双子座、双鱼座、处女座、天蝎座、摩羯座，也有可能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天蝎座、摩羯座、处女座、双鱼座、双子座。可以看到这个人还算是很平静的人，然后很有耐心，很注重自己的精神世界，很灵性，不会过于的外向，可能不是一个很喜欢夸夸其谈、自我表现的人。在感情里面呢，也许稍微有一些被动哦，不会特别的主动。首先，他有双子座，非常聪明，富有好奇心，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兴趣，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的。他喜欢去聆听、探索各种新的观点啊，这种想法，喜欢去学习新的事物，可以快速的适应不同的环境，可以和可能不同文化层次的人进行思想交流，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是比较善于交流、沟通、社交的人。另外呢，他有双鱼座的富有善良、同情心的这一面，他渴望的是一种平静、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有可能呢，他很注重爱情，很注重感情，对于感觉是很敏感的，对于爱情呢是充满着幻想，内心里面是骨子里是浪漫、罗曼蒂克的人。有时候自己的情绪呢是比较波动的。还有就是他会有一种深层的情感体验，他也有处女座的很注重细节的完美主义，有时候太过于的对完美的追求，可能也会让他比较焦虑啊，可能让他有一些行动上面比较迟疑呀，或者是有一些拖延。但是呢，是一个非常认真、讲究效率的人，可能因为关注细节而感到压力，但是一旦他投入到爱情里面，他就会给对方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和照顾，尽可能想做到尽善尽美。还有他有天蝎座的好奇之心，对于真相非常感兴趣，是一个喜欢深入挖掘、探究本质真相的人，不轻易满足于表面的现象。对很多事情呢，都保持着怀疑的态度，不是很容易打开自己的心房，跟别人建立信任、忠诚的关系。但一旦确定了对方是一个可靠的人，是一个诚意的人，他也会100%的信任的。所以在他面前不要讲任何的谎言哦。他的调查能力非常的强，他也有很强的摩羯座的耐心特质。这个人是非常实际的，他懂得长期的规划，是一个做事情之前先深思熟虑的人，并且一旦他决定了目标，他是可以持之以恒的去努力的。一旦他确定你是他想要的人，他是会专注去慢慢追求你，获得你的心，获得你的这种欣赏。他其实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因为他重视稳定和安全，不会随意的去做一些决定，不会随意的去行动，不是一个特别自由散漫的人，是很谨慎，做事呢是很认真的。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他也很有韧性，不会逃避呀，不会去不管不顾，有一定的责任之心，有一定的韧性跟弹性。所以这个人的内在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他也
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人，他有多重性格的特征，包括双子座的好奇心、适应能力，双鱼座的情感深度、敏感性，处女座的完美主义倾向，或有时候呢可能担心的比较多，焦虑的比较多。他也有天蝎座的洞察能力，摩羯座的耐心跟坚定。这是一个思想特别活跃的人，情感很丰富的人，渴望和谐，不畏挑战，对事物呢有长远的一些规划。他的性格还是蛮好的，愿意去交流啊，愿意去学习呀，愿意去探索啊，那也有很多的耐心和毅力。好，你遇到了一个其实本质很不错，然后呢性格也是很有魅力的人哦。那接下来宇宙就告诉你，你要注意什么，让你的能量更好，让你有更强的状态，收获幸福。所以波西亚夫人呢告诉你3种方式哦，是非常适合你的。第一个就是希望你可以有更多的补水，保持身体的水分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忙碌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你们有的人可能近期呢会出现头痛的状态，那头痛的时候呢不要顾虑太多，就代表你水喝少了，多喝一些水就可以维持身体机能的基础，也可以帮助你清理思想，提高专注力，保持整体的一个健康。通过补水来保持身心的平衡，好吗？早上睡醒之后呢，喝一杯温水。那么在每天的生活习惯里面，多喝一点热水都是好的。另外呢，希望你可以多和动物共度时光，可以去一些猫咪咖啡厅啊，或者是流浪狗之家呀，做一下义工啦，或者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去收养动物，多去动物园溜达，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和动物相处可以带来宁静、喜悦和无条件的爱。动物们可以治愈你，帮助你放松心情，减轻压力，让你回归到一种更自然平和的状态。所以多和自然连接，从宠物身上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温暖，是会给你带来更多爱的能量的。接下来呢，就是用你的双手，你知道吗？我们和动物本质上的区别，实际上就是我们有双手。你可以珍惜你的双手，你也可以用你的手呢去做一些实际上面的事情，手工艺啦、园艺啦、烹饪啦，或者是去做一些舞蹈啦，或者是陶瓷的这些事情，可以寻找到内心更多的满足感和平静。那这也是很好的方法来减压、集中注意力，重新连接到你自己的创造性和力量。所以，亲爱的波西亚夫人告诉你这3个方法，让你关注身体健康、补水，和自然动物建立联系，参与实际动手的活动来平衡自己的生活，也帮助你找到内心的平静，增加幸福感，并在自己生活忙碌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保持健康和充实。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给到你更多内心的满足，增强自我的价值感，提升更高的能量。当你的能量提升之后呢，生活中烦恼的事情、不顺的事情自然而然就消失了，那你就会吸引到更高能量的人、更高磁场美好的事情注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哦。记得这3个小方法，听完这个视频就去实施吧，就去行动吧，就去给自己安排上吧。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占卜呢，记得点赞哦，记得当下留言，感恩宇宙给你的力量，告诉你如何让自己更加的幸福，创造美好的世界。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咯，拜拜。亲爱的，今天来到你身边给予你视频能量讯息的是希拉里翁，4世纪中东的精神大师。
在他15岁的时候，他被召唤前往埃及沙漠的圣安东尼隐居处，那里有很多需要治疗的人。他在那边和僧侣一起帮助人类的治疗。在那段时间里，他的父母去世了，他非常热心地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他的兄弟和穷人。在他的余生之中，他一直隐居在山洞里。据说他的祈祷和触摸能创造奇迹，直到今天，他仍然致力于治疗，去帮助那些精神上敏感的人士克服困难，去帮助那些人融入正常的世界。所以他也是神圣的疗愈大师。在这张卡片上写着：尊重你的敏感性，进修以补充能量并治愈，你的光芒可以支持他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呢，你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所以偶尔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净化和补充能量是完全可以的。你也可以在你治愈好自己之后，把你的爱分享给他人，去治愈他人，给到别人的支持。但是呢，首先请你自我充满更多的光明和爱的能量，这样你就不会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发展了。所以希拉里文告诉你，你是会被治愈之光所包围的，你可以重新充电并且感到完整。你也可以在自我爱之后，去踏上治疗别人、支持别人的旅程，确保在给予和自我照顾之间取得平衡。当你需要休息和补充能量的时候，你可以稍稍的退后一些，好吗？所以你是有足够的精力和指导他人的，你是有疗愈的能力的，你是有给予爱的能力的。亲爱的，那也代表着你其实是有爱的光芒的人。在新的人际关系，在新的宠爱你的人之间呢，你们会有感情的疗愈，你可以帮助，你可以给予到他人更多的爱，这也是代表着你有足够的福报。在我们人生之中，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呢，当你去分享你的爱之后，你就会得到更多的福气，你就会得到更多的幸福。好，那接下来他就会告诉你，即将来到怎样的人给你满满的宠爱呢？首先，第一张牌卡就是冰雪女王，那它也代表着冰雪国王哦，这是一个具有冷静和理性特质的人。他可能不会被情感所左右，他不会轻易的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情绪，他能够在压力之下保持镇定，不轻易表现出内心的波动情感。有时候呢，他外表的这种冷静会跟别人产生一种距离感，或者是难以接近，但实际上呢，他只是一个可能经历过情感上面的创伤，所以选择让自己有心灵筑墙高墙的人，以防再受到伤害。他很懂得自我保护，这种保护机制呢，让他看起来像冰冷或坚硬的女王国王。除此之外，也代表着他非常的独立和坚强，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生活的挑战，不容易去依赖他人，也不把希望寄托在他人的身上，可以在逆境之中去坚守自己的立场。同时呢，他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有很高的标准，在工作生活里面都很严谨，追求完美，不轻易的妥协，也不会特别的去取悦他人，当然可能他也是难以取悦的。这个人呢，尽管外表很冷酷但是内心应该是有一丝隐秘的温暖感，在他坚硬的外壳下面，其实他是内心很丰富情怀的人。在这张牌卡上面呢，代表着即将给你深爱的人，这个人外表可能是冷静有距离感的，但真正的
他最爱的人，他的幼稚或者是他懦弱胆小的那一面只展现在自己的爱人面前，那么也代表着这个人呢，他只要在你面前撒娇啦，或者是你看到他柔情的那一面，就代表他已经爱上你了。同时他很可能是一个喜欢穿正装、喜欢穿职业装的人，他的衣着呢稍微有一些保守，不会太过于追求时尚啦，或者是叛逆的一些打扮，不会穿太多浮夸的颜色，是一个内心很成熟，外表呢可能非常的青春年轻的人，但是是有一个老灵魂，所以在穿衣打扮上面，他不会让自己看着特别的年纪轻，他也不会去染发啦，不会去可能有太多的纹身，或者是戴太多的首饰，他应该是黑色的头发，那也代表的他是亚洲人，他的年纪呢也许比较轻，但是在这个小年纪面前，他的行为思想模式确实是比较老成的，还有他可能很注重细节，骨子里面实际上是比较浪漫的，会用心的去安排约会啦，会用送礼物去表达自己的爱意啦，他也懂得如何让你感到你是被重视的，你是很特别的，他会展现出自己绅士般的礼貌或者是风度。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他可能比较直男，但是又是很注重礼节礼貌很绅士的人。如果他是女生的话呢，他可能是很有修养很有素质，然后很注重自己的站姿，很注重自己的坐姿是否是端庄的。在你们的关系里呢，他给予你的宠爱不仅仅是甜言蜜语，不仅仅是一些浪漫的约会，他可能会给你一些现实物质的东西，比如说他家族的一些宝物，也许是一些首饰，那可能是家族给他的，然后他希望给到你，让你看到他的真心实意，可能是一些和田玉啦，或者是一些钻石戒指啦，黄金首饰啦。那也有可能呢，你们两个人会住到同一个屋檐之下，他会为了你搬家，他会为了你呢把自己的家里面装修的打整的更加的漂亮干净整洁，希望呢你在愿意的情况之下可以和他生活到一起，他是想和你脚踏实地的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那么他也会带你去公路旅行，或者是去大自然中露营，或者是去享受这种田园风光。他可能经济物质条件不错，也许他的家庭呢就是比较富裕的，也许呢他自己是在赚钱事业上面理财上面是不错的。当他和你在一起之后呢，他会花比较多的金钱去讨你欢心，让你看到和他在一起你是可以安心的，你也是可以去享受生活的质量的。那也可能代表着他有自己的汽车，或者是他的存款呢是完全可以购买汽车的。他希望跟你享受那种很朴实的爱情，并不是大家要去吃烛光晚餐啊，或者是喝红酒吃牛排，去那种豪华的度假城市旅行。它更多的是和你可以去看山玩水，是可以去享受地球之美。这个人的内心呢其实是很纯洁的，而且是比较朴实，他不追求那种很奢华的生活，也不喜欢太热闹的场景，去听音乐会啊，或者是去酒吧 party 啊，那些呢可能不在他的兴趣范围之内。他就希望两个人一起可以去爬爬山，一起可以去修身养性的这种状态。所以他内心住着一个老灵魂呢。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哦，他会给你怎样的宠爱之类的。我们先来展示牌卡。这一份爱情是一种不会太过于物质化的爱情，两个人呢没有太多的这种金钱物质的刺激，它会让你感受得到一种精神上面的愉悦，而不是两个人互相鼓励去追求事业，去创造更多的金钱，而是两个人有更多精神层次上面的满足感，离开世俗的一些欲望，它会让你得到情感的满足，它会鼓励你去寻找人生中更多的新方向、可能性、自我的价值、自我的爱，让你去追求个人成长，让你去在自我茫然迷惑之中走出来，开始看到你的本性，开始看到你的喜欢，你的不喜欢，开始让你对自己有更多的自我认知，之后呢，给予你足够的安全感。你们之间的宠爱呢，就是帮助对方去克服任何的恐惧或者是困惑，给彼此带来更多人生的清晰，自我更多的理解。这种宠爱呢，帮助对方去理清思路，直面内心的情绪，所以大家在性格上面有更多的成长，人际关系技巧上面更加的成熟，还有带来更多自我的觉知，甚至帮助你得到灵魂觉醒。这是一份很平衡、很和谐、很适度的爱情。你们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体谅，将心比心，给予足够的平等之爱。两个人不会以爱的名义去黏着对方啦，去霸占对方啦，或者是给对方任何的限制改变，而是在单身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轻松自在的状态，那么恋爱之后呢，依然维持着这种舒服自在的状态，依然有各自的朋友圈，那各自的独立的时光，各自追求梦想事业的时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是一种互相扶持、亲密无间的自在感。两个人不在的时候又各忙各的，不会是因为对方没有及时回电话啦，或者是打电话啦就患得患失，其实是一种互相坦诚、忠诚，然后也平衡节奏的一种状态，都会得到自己的所需，那都会没有太多的计较。这种感情呢是很持久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而且不仅仅是爱人，也像是知己，也像是很好的朋友。哇，非常棒的一种平衡状态哦。这种宠爱不会过于的激烈，而是充满了克制和适度，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关怀，更多的关注对方的长远幸福，内在的成长，非常的和谐，也很会清晰的去做自我的表达，不仅仅是表面的这种好像热情、兴奋感、频繁的关注，而是实实在在的给到彼此真正的踏实感跟安全感。很好，那你们相遇的时间呢？首先我们出现了五角星王牌这张牌卡，代表着一个新的机会、新的开始，或者是一个开端。那代表着可能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是你刚开始去开展自己新的事业，在一个新的环境、新的状态里面跟他相遇的。对于有的宝宝来说，是在1年之内
那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你是要去到一个新的学校读书的时候，认识他，或者是有的人呢要去新的一个工作环境，认识到的他，所以这是一个很积极、值得期待的象征。另外呢，权杖7牌卡的逆位，可能是你愿意去放下一些竞争或者是捍卫的这种状态。但我们这边还出现了死神的逆位哦，死神的逆位呢，代表着一种变革被推迟，或者是无法彻底的进行。那么这边呢有几个意思，很可能是你已经遇到这个人了，但是你们还没有很清晰的发展，两个人也许当下呢还没有更多的约会啊，更没有更多的一些互动啊，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还没有走出某一些障碍，当下还没有让你们的情感关系有更多进一步的发展，是在一个暂停期。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可能你之前相遇了，有过暧昧，但是呢大家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爱情角色里面，还需要克服一些现实的障碍，也许是距离的障碍啊，也许是还没有更多的机会去投入到感情里面啊，或者是之前呢有过矛盾纷争，所以也有复合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在接下来呢，也许会出现一些新的机会，新的好的时机，让你们去破除障碍，挑战关系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对于部分的朋友来说，这个人你之前就相遇过了，但是也有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相遇了还没有思想语言上面的沟通，也许是在网络上面大家呢都加了好友，都有互相的关注，但是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机会让彼此可能有更多的一些交流沟通。但是很快可能在4天之内啊，或者是在秋天，或者是在10个礼拜之内，就会出现一个好的时机，大家呢去做一些沟通。在沟通越来越多之后，会发现其实身边就暗藏着这样一个可以发展感情的人，好吗？所以呢，这个人也许已经相遇了，但是这种相遇还没有让你们情感提升，你们之间还存在着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是障碍。那如果时间的话呢，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肯定是在1年之内，最快的呢就是在4天之内就会联系，那慢的话呢就是1年4天或者是10天10个礼拜之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这边还出现了宝剑牌卡嘛，宝剑牌卡呢在塔罗牌里面是速度最快的，也代表着一种快速的思想交流。只要你们有思想开始交流了，不管是之前跟他有过怎么这样的情感关系哦，那再一次的沟通之后呢，你们就会越聊越顺，就会达到思想的共鸣，就会获得情感的新生，就会雨过天晴，就会更加的妙，更加的好。那这个人呢，你们相遇的地点，好，很有可能是在一个给予与接受、平衡与慷慨的状态，也许是在慈善机构啦、志愿者活动啦、社会服务中心啦，或者是同事、同学之间。审判这张牌卡呢，也代表着觉醒、转变和评判。比如说在法庭、宗教场所、教堂、寺庙，或者是一个生命中重大变化评判相关的地方，或者是在你的个人转折点，或者是觉醒的时刻。当然也有可能是在网络上面，也有可能是在社交媒体上面，也有可能呢
是在重修旧好、复合这样的一个能量机遇上面。世界这张牌卡呢，代表着完成、成就或者是全球性。那么相遇的地点也许是一个旅行、文化交流或者是国际性事务相关的地方，比如说机场啦，捷运站啦，在一些流动的场所，你要去到其他地方的场所，交通地方，也有可能是在国际会议、跨国公司，或者你去到一个新的国家、新的城市、新的学校，那新的公司这样的一个新的环境之中相遇的。最后呢，我们这边还出现了正义这张牌卡，那也可能代表着法律道德相关的地方，比如说是在法律事务所啊，或者是司法系统，政府机构、道德评判相关的地方，法院，那也有可能是通过一些媒介，比如说婚姻这样的一个媒介，以结婚为目的的这种社交场所，那社交媒介而认识的公平公正、有法律道德效益的地方，好吗？那你们的相遇状态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先来展示牌卡。好，五角星2代表着一种平衡，一种灵活性，一种互相的互动联系。两个人呢，应该是不代表选择这组宝宝的朋友，你们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就面对面的遇见的。有的朋友呢，可能是从远距离开始的，可能最刚开始是手机网络通信，因为这边呢有很多讯息你来我往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也有远距离的状态，所以两个人是有很多频繁的思想交流的。然后呢，在百忙之中，通过网络认识之后，见面后发现，大家其实是有相同的行动力，大家其实可以聊得玩得非常的顺畅，并不代表你们的性格是相同的，或者是你们的思想频率是相同的，但是呢，是可以互补，是可以很好的合作，大家都是有很好的这种团结精神的，再加上彼此呢愿意共同为了这份情感一起去努力，大家是有很好的互相谦让啊，互相包容啊，互相合作的能量，让你们有共同的目标，实际的动作。所以这4张牌卡让我看到，对于有的宝宝来说，你们呢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或者是本来以结婚为目的，以恋爱为目的而认识的。在这个认识的过程里面，会发现，其实大家都是可以很合拍的人，即使价值观不同啊，但是没有关系，都愿意去倾听对方，肯定对方，配合对方，然后在现实更多的约会之后呢，愿意有更多的分享，愿意有更多的认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人还是蛮不错的，可以接触看看，可以交往看一看。那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呢，可能这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让你感觉得到心动，让你感觉得到，给到他更多的一些机会，两个人尝试互动约会看一看，结果约会的过程里面呢，会对他越来越喜欢，会感受得到一种成就感，会
会觉得这是一个对的人，这是一个适合自己的人，所以顺理成章就发展成了恋人关系。所以亲爱的，你们两个人的接触其实都是比较理智的，而且都是很认真负责任的，以一种想要保持稳定安全感情的目的而进行的互动，不是一种盲目的随性的去发展情感。那大家呢都是很成熟的交往。那么这个人的性格到底如何呢？看到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白羊座、处女座、狮子座、天蝎座、金牛座，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天蝎座、金牛座、狮子座、处女座、白羊座。在你们的这个交往过程里面，你会感受到深深的情感满足，很靠谱。那么他的星座和你合吗？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他有白羊座的一个充满活力、积极、很有行动力的这个性格特质，做事情呢是比较有主动性的，而且愿意去开拓一些新的事物，认识新的人，尝试去新的环境，做新的事情，勇于接受挑战，勇于去尝试新的经历，有好奇心，有冒险精神，很勇敢，充满激情。你会觉得这个人挺有魅力的，因为他有比较强的行动力跟掌控力。另外呢，他也有处女座的专心的这样一个特质，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投入的，是很专一的，会追求完美，会是一个做事有高效率的人，行动派啦，而且可靠啦，工作中认真负责啦，善于分析解决问题啦，能够把复杂的事情化解，其实能力也蛮强的，他的专业度还是蛮高的。除此之外呢，他也有狮子座好玩、活泼、开朗的这一方面，对待生活呢是很热情的，是一个充满自信、喜欢社交、非常有魅力的人。那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愿意给周围的人带来欢乐，喜欢开玩笑，喜欢让大家呢都开开心心的，有一定的感染力。当然他也不介意成为关注的中心，该表现的时候呢就可以夸夸其谈，展现自己的技能才华。他也有天蝎座的宽容大气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虽然他有记仇的那一面，但是呢他也懂得如何放下过去的伤痛，如何治愈自己，那继续前行，好马不吃回头草。他也有金牛座的满足感，对于自己，对于周围的人有比较高的要求，会努力追求让自己满意的生活状态，会有上进心，追求自己的事业，有一定的欲望，而且他的情感表达还算是比较直白的，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忧郁气质啊，或者是心口不一啦，很可能他会直接的表达自己的开心、自己的不开心、满意或者是不满意。当然在最初认识的时候呢，会给人一定的距离感，会有一点霸气外露的状态哦。但熟悉他之后呢，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内心比较狂热，很享受肌肤之亲，很享受金钱、欲望、权力的人。好，这个人是你所喜欢的吗？如果是的话呢，请给这个视频点赞哦，请在视频下面留言，你等待这个人来宠爱你，你即将跟他相遇了，感恩宇宙等等的这样一个字样。其实看得出来，这个人是蛮黑白分明，而且很勇敢、专注、有魅力的人。他可以在生活之中找到乐趣，他也懂得在情感上面保持宽容跟平和，他也有
可以给到你情绪价值，也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感。这个人呢，在金钱、物质、在情感上面都有比较高的要求，然后他又有冲劲，又可靠，同时呢又充满着魅力，又有比较强大的宽容力。所以你还是捡到宝了哟，捡到了一个很特别、很帅气或者是很漂亮的人。好，接下来呢，宇宙就要告诉你有3个方法可以提升你的幸福能量，可以让你尽快遇到好人好事。首先第一个，请滋养你的太阳穴。那这3个都是很生活的实际动作啊。第一个就是让你可以多多的通过按摩自己的太阳穴，或者是冥想，或者是使用香薰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放松和恢复精神上面的平衡。这样呢，可以去清理负面的一些思维模式，给自己创造更清晰、更平静的头脑空间。时不时的让我们可以关注自己的精神和心灵上面的健康。在我们的身心灵达到平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散发一个很积极美好的能量，这种能量就会吸引到很好的事情来。你要记住，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的能量一定也是不平衡、不舒适的。那个时刻呢，反而会吸引到一些不好的人事物注入，所以一定要保持我们的身体舒服，无论是太阳穴啊，还是身体任何的一个地方。好，另外呢，也希望你可以与火进行相连。火呢，象征着能量、激情、变革和进化。你可以吸收更多火能量之后，激发自己内心的热情、创意，拥抱改变。这也是提醒你应该行动起来，去追求那些让你感到一些活力四射的目标或者是事物了。你可以晚上在家里关了灯，点蜡烛，然后用眼睛一直看着这个火苗几秒或者是几分钟，这些有帮助到你。如果你家里面的烹饪是用火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多给自己烹饪一些美食。那你也可以去参加一些篝火晚会，或者是和朋友一起去户外露营，点一些篝火。这样的一种与火元素建立联系的方式呢，可以给自己有更多的动力和热情。好，另外呢，也希望你在家里面给自己做一个祭坛，在家里一个很干净整洁的空间，可以在桌面上面去摆放一些蜡烛，或者是一些水晶石，或者是植物，或者是照片。也可以去把你登山在山上捡到的石头，或者是你去海滩沙滩边上去带回来一些贝壳，一些这些沙子都可以放到祭坛上面。当然你也可以放你自己喜欢的首饰啦，给自己家里面制造一个自我神圣的空间，用于冥想啦，用于祈祷啦，用于反思啦，或者是去表达你的感恩。那这个空间呢，是可以让你和自我的高我进行连接，和自己的指导灵、守护天使进行连接，也可以让你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专注的，好吗？这样可以进行更多的反思和精神上面的充实。所以当前宇宙呢，指引你在物质和精神上去找到平衡，通过滋养心灵，激发内在的火焰，在家中创造一个神圣的空间，来帮助你去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让你保持内心的平静，不断的自我提升。亲爱的，在听完这个视频之后呢，去想想如何调整自己，做到这3点呢，是可以给你自我更高的一些磁场空间，吸引到更美好的事物注入到生活里面的哟。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